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夜话心语。我爱上了自己的病人，犯了心理医生最大的忌讳。他失忆了，当他向我求婚时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婚后很甜蜜，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女人找上门，她说她才是真爱，离婚还是凑合过。井号小说，井号故事，井号你确定吗？就因为一个找上门的骗子，你就要放弃我和如今好不容易得来的幸福？我看着眼前的陆时燕不可置信，他自那个女人走后就一直魂不守舍，没想到最后提出了离婚的要求。我心里说不清是苦涩还是无奈。陆时燕却冷哼一声把我推倒，居高临下的嘲讽：黎昭昭，你真恶心，为了你自以为是的幸福就一直骗我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早就恢复记忆了。青莲才是我最爱的女人，你不过就是个冒牌货而已。看着她信誓旦旦的模样，我自嘲一笑，没有再说话。作为帮她催眠的心理医生，我比谁都清楚她有没有恢复记忆。不过就是移情别恋了，还要替自己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。可她这么轻而易举的就爱上别人，我们的10年又算什么？当初陆时燕车祸失忆，为了让她能够想起我，我四处寻找恢复记忆的方法，在听说催眠或许可以时，又一直埋头苦学。直到陆时燕来找我，说她忘了过去，希望我能帮她。我心里是庆幸的，庆幸兜兜转转我们还是会遇见，庆幸在相逢时她能想起我。可是催眠治疗进行到一半，陆时燕却制止了我。我以为他是要放弃，手忙脚乱地劝说时，陆时燕却扶住我，宠溺一笑。我只是觉得，就算没有过去，也找到了存在的意义。那天我辞去工作，答应了陆时燕的求婚，成了他一个人的心理医生。可现在想来，大概那时候的我于陆时燕而言，就像是一根浮木，是失忆的他唯一可以抓住的人。所以他娶我，以为这就是爱情。又因为岁月漫长，他总归还是不踏实，才会被一个随随便便的女人动摇了心思。我理解他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还是很难过。难过失忆前的陆时燕坚定选择我，失忆后却轻而易举把我抛弃。那一晚，我睁着眼睛流泪到天明，直到陆时燕骂骂咧咧喊饿时，才起身给她做早餐。无论她现在爱不爱我，曾经都是我的英雄，欠下的恩情总是要还的。陆时燕在看到我红肿着眼睛给她做早饭时，轻蔑地嗤笑一声：黎昭昭，你还真是够贱的。我给她端饭的动作顿了顿，强忍着心痛，坐在一边没接话。陆时燕没听到我的回答，却不甘心。她边吃饭边用脚踢我，嘴上还叫嚣着：说话呀，黎昭昭，你哑巴了。我不想理他，起身回了房间，要关门的时候，陆时燕却追过来：黎昭昭，不过就是说你2句，你看看你这臭脾气，也不知道谁给你惯的。他的话勾起我的回忆，我抬眼看向陆时燕，认真地告诉他：是你惯的。又在心里补了一句：只不过是过去的你，当初在孤儿院时，别的孩子总是趁陆时燕不再欺负我，等他回来就会一边查看我的伤，一边告诉我：黎昭昭，你总这样吃亏可不行，我以后要把你惯得无法无天，让别人再也不敢欺负你。后来别人果真不敢欺负我了，欺负我的人却变成了陆时燕。面前的他听到我这么说，原本嬉笑的脸顿住，声音也有些尴尬。反正我想不起来，随便你怎么说都行。他摆摆手就要离开，
我却忍不住在他身后追问：“你不是说恢复记忆了吗？”这话像是打开了陆时燕生气的开关，他突然转头掐住我的脖子，怒吼：“黎昭昭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！我还没怪你骗我，让我和青莲分开这么久，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的事？”眼前的陆时燕面目狰狞，和我记忆中的她相差甚远。我不相信一个人只是失忆，就会连本性都改变。于是抱着一丝希望开口：“陆时燕，我们继续治疗好不好？”哪知道他却径直把我甩开，冷笑一声：“青莲说的果然没错，就是你这个贱人对我的记忆动了手脚，才让我以为自己喜欢你。”说罢，他拿起外套就要走，关门前还回头警告我：“青莲的手被玻璃划伤了，我要去照顾她，你死了都不要给我打电话。”陆时燕走了，随着一声门响，我的心沉入谷底。原来在陆时燕眼中，我的命都不如那个青莲的一道小伤口重要。陆时燕再回来时，带回了那个自称是他女朋友的人。那女人站在我家门口，递出一袋芒果，热情的仿佛她才是陆时燕的正牌妻子，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黎医生，我是许青莲。我不在阿燕身边的这段时间，辛苦你照顾她了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一定要收下。我顺着她的手看去，芒果已经发霉，不像是谢礼，更像是挑衅。可它分明就是假的，不是吗？我这边心里想着，陆时燕却已经等不及，她扯过那袋芒果扔在我身上，边帮许青莲脱鞋边呵斥我：“你是手断了吗？让青莲提这么重的芒果，还不赶紧接过去？快去买菜，多买点青莲爱吃的，给她补补身体。”说话的空隙，陆时燕已经扶着许青莲进了屋，只留给我一扇关住的门。我劝自己没关系，就当是又还了他一个恩情，可是心里却还是痛得很。麻木地出了门，要买菜的时候，我才想起不知道许青莲喜欢吃什么，于是任性一次，买了自己想吃的东西。回家后却被陆时燕兜头扔下。他正要骂我，又顾及许青莲正在睡觉，特意压低了声音：“黎昭昭，你就是故意的对吧？你就不能像青莲一样懂事吗？你偷了他和我在一起的这么多时间，他都没有怪你，你不应该补偿他吗？”他接二连三的追问，让我原本想解释的话又咽了下去，伸出去想抓他的手也讪讪收回。半晌，我在陆时燕不耐烦的眼神中问了他一个问题：“你说人失忆了，是不是就会变成另一个人？明明他也曾爬上8000米的高山，对着星空许愿说爱我一辈子，如今却为了另一个女人这么对我。这世上还有什么是不会变的吗？”陆时燕没有说话，可我固执的想要个答案，最后他还是不耐烦地开了口：“人心都是善变的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”“是啊，人心都是善变的，是我太执着了。”我苦笑一声。陆时燕又拉着我说了很多许青莲爱吃的东西，我看着她如数家珍，忍不住心酸。曾几何时，她的这些好全是对我一个人的。陆时燕，你知道我爱吃什么吗？就算没有那10年的记忆，我们结婚也有3年了，她应该也是知道的吧？我怀着期待问她，得到的却是陆时燕的一个白眼。她漫不经心地反问：“你爱吃什么，关我什么事？”得到这样的回答，我这段时间积压的情绪终于忍不住爆发，推开陆时燕，跑回了卧室。关上门，就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。怕许青莲听到丢脸，我只能把头埋进枕头里缓解情绪。我实在是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从前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么好，现在什么都有了，
人却都变了。外面陆时燕拍门的声音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。我被一声巨大的响声惊醒，光着脚出去查看，却只看到他离开的背影。我靠着房门坐下，脑海中闪过这么多年和陆时燕在一起的情形，又想起3年前再见面。那时候我以为是上天垂怜，我们终于可以苦尽甘来，没想到却是一个更大的玩笑。比起他不记得我，他爱上别人似乎更让我无力。咚咚咚，不知道过去多久，敲门声打断了我的回忆，是陆时燕回来了。他看着我欲言又止，一副有话要说又说不出口的样子。我好奇他还会有这样的时候，正想问怎么了，许青莲却抢先开口：黎医生，我怀孕了。我听到这句话，把指甲深深抠进肉里，才勉强抑制住心里的痛意。还没从巨大的打击中缓过来，陆时燕又接着跟我说：正好你也没孩子，等青莲生下来，你就帮我们一起带吧。他的话让我不可思议，一时忘了反应，半晌才呆愣愣地问了一句：你在说什么？陆时燕却已经失去耐心：黎昭昭，你别一天天装模作样的，我让你帮我们带孩子是信任你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想问我有什么可满意的？我想说我什么都不满意，可话到嘴边，最后都变成了一句恭喜。我想，我的英雄或许早就死在了那场车祸里，后来遇到的陆时燕只是一个没了记忆的空壳罢了。我不应该再留恋。拟好离婚协议书后，我把它递到了陆时燕面前。我已经签好字了，就差你了。我以为我成全了陆时燕，他应该手舞足蹈地感谢我，可他却拿着离婚协议书皱起了眉头。黎昭昭，你要跟我离婚？还不等我说话，他又劈头盖脸的指责：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离婚？是你为了跟我在一起，一直不肯给我恢复记忆，现在又拍拍屁股就想走人，你把我当什么人？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我一时有些搞不懂他的心思，索性直接开口：那许青莲呢？她怀了你的孩子，你不打算娶她吗？提及许青莲，陆时燕仿佛陷入了什么两难的境地，思索再三后跟我说：青莲她才不像你一样小心眼，只要我们2个人相爱，有没有那张纸又有什么重要的？说完，他又像是想起什么，拉着我的手质问：黎昭昭，你这么迫不及待地跟我离婚，是在外面又有了什么新欢吗？让我猜猜，这次又是哪个失忆的病人？见他拿这件事情开玩笑，我忍不住一巴掌打在他脸上。陆时燕，你可以侮辱我，但你不可以侮辱我对你的心意。我之所以答应跟你结婚，只是因为那个人是你。这是我第一次对陆时燕发这么大的火，一巴掌打完，他甚至有些反应不过来，呆呆地看着我。等回过神后，陆时燕瞬间暴怒，对着我举起了他的手。巴掌落在脸上，我嘴里涌起血腥的味道。陆时燕却还没消气，她捡起掉在地上的离婚协议书，一边胡乱在上面签字，一边对着我怒骂：黎昭昭，你就是个人尽可夫的婊子，才跟我认识没几天就迫不及待嫁给我，现在有了更好的人选，就拍拍屁股想走人。行，你不是想离婚吗？我就成全你。我倒要看看谁会要你这么个破鞋，别到时候被人赶出来，又哭着喊着求我收留你。说完，他把已经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重重甩在我脸上，坐在沙发上喘着粗气。我没理他，拿着协议书转身就走。陆时燕却还不解气，突然站起身，一脚踹在我身上。我的肚子磕在桌角上，当场就疼得不得了。
恰好这时许青莲出来，指着我的下半身尖叫一声：“血！”我顺着他的视线低头看去，就看到腿上流下的鲜血，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。我慌乱地拿起手机打了120，被他们送进医院。又醒来后，医生表情悲痛：“李女士，孩子送来的时候已经没了，我们只能先保住你。”他走后，我看着肚子又哭又笑，最后想起了罪魁祸首陆时彦。到现在我都没见到他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正在忙着安抚受惊吓的许青莲。可我的孩子都没了，他凭什么那么安逸？再多的恩情，一条命也足以还清，剩下的债就该他还我了。我给陆时彦打电话，把他骗来医院，在看到他毫不在意的态度时，终于下定决心催眠了他。再醒来时，陆时彦跪在地上，对着我哭得不能自已：“昭昭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什么都想起来了。”他左右开弓，对着自己不停地扇巴掌，脸上很快就见了血。我静静地看了很久，思绪忍不住回到我和陆时彦刚认识的时候。那时我爸妈刚去世不久，收养我的姑姑在拿到赔偿后立马变脸，把我送进了孤儿院。我哭着追上去时，姑父一脚把我踹出好远，他满脸厌恶地看着我：“黎昭昭，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，知道吗？我凭什么养着个累赘？”他说完就毫不留恋地离开。那时候的我却不懂什么是累赘，只知道如果我不抓住他们，我就再也没有亲人了。一次次追上去，一次次被踹飞，最后是看不下去的陆时彦拦住了我。他那时已经比我高很多，站在那里凶神恶煞的，说出的话也很难听：“你能不能有骨气一点？他们都不要你了，你还死皮赖脸的追什么？”我被吓到，不敢说话，眼泪却忍不住流出来。陆时彦不自在地抬手擦去我脸上的眼泪，声音也温柔下来：“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了。”自那天起，他不管去哪都拉着我的手，吃饭也带着我冲到前头，让放饭的阿姨多给我一块肉。我被他养得白白胖胖。那时的陆时彦在我眼里就是英雄，是我人生的一道光。可是我忘了，清晨抓住的一束光，日落时是要还给太阳的。就像有一天，一对穿着布匪的夫妻来到孤儿院，说陆时彦是他们的孩子。于是我把陆时彦还给了他的爸爸妈妈。我的爸爸妈妈对我很好，我想，那么好的陆时彦也应该享受一下家的温暖。把陆时彦哄走后，我成了孤儿院的独行侠。后来那里维持不下去，我又成了流落街头的乞丐。乞讨时却趴到了陆时彦的脚下。我从没有那么难堪过，祈祷陆时彦没有认出我时，却被他叫住。他语气还是拽拽的，脸上却没了从前的朝气。我这才知道陆时彦过得并不好，他的父母是俗人，骤然加入的他和另一个朝夕相处的孩子相比，亲疏分明。于是他离开了家，又成了我的英雄。直到5年前，陆时彦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，说他妈妈生病了。他犹豫纠结了好几天，最终还是去了医院。可那却是场鸿门宴，他刚到那里就被团团围住。生病的是陆时彦的弟弟，他们想要他换肾。陆时彦，我们养了你那么久，你也该回报一些吧。我永远忘不了陆时彦听到他妈妈说这句话时的表情，难过、悲愤，最后却都变成了自嘲。他带着我从医院跑出来，在即将看到光明时，却被失控的车子撞倒，只来得及用尽全力把我推开。陆时彦的爸爸带人追上来，只是冷冰冰地说了一句“真晦气”，说完就扭头离开。陆时彦成了弃子。
可她是我的陆时燕，应该永远都生机盎然。我跪在地上求他救人，又用自己的肾作为交换条件，换来了陆时燕最好的治疗。他醒来却忘记了我，然后我们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只能说命运弄人。陆时燕，你想起来了吗？他跪着挪动到我跟前，握住我的手，艰难点头。不复从前的无话不说，我们之间只剩下沉默。我突然就很想看清楚陆时燕是什么表情，看他用什么表情来面对我这被辜负的13年。抬眼却正好撞进陆时燕满怀愧疚的眸子里。他伸出手想拉我，在我躲开后又讪讪缩回了手。昭昭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件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笑着问他，我想的哪样？孩子都有了，还有哪样？被我堵住，陆时燕不再说话，半晌只憋出一句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他苍白的解释让我笑了起来，笑着笑着又哭了。陆时燕，我累了。我平静地说完，不顾陆时燕惊恐的表情，接着说道，以后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两清了。恢复记忆的陆时燕是那个很好很好的陆时燕呐，可我们却不可能了。陆时燕眼眶通红，不停地摇着头说，不要，昭昭不要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不要离开我。他说着，眼里就流出泪来，起身想把我抱进怀里。我下意识地躲开后，陆时燕眼神受伤，看着可怜极了。昭昭，是我不对，让你伤心了。我笑了笑，到底还是不甘心，又问他，你和那个女人是怎么认识的？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见我在这个时候提起许青莲，陆时燕恨得咬紧牙关，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几个字，昭昭，我根本就不认识她，跟她也没有任何关系。是她有一天突然找上门，还拿出了我从小到大的照片，说自己是我的未婚妻。那你就没怀疑过？那时候我和陆时燕应该已经结婚，就算那个女人这么说了，但以陆时燕的性格，她至少应该去调查。怎么会这么轻易就相信？她只是失忆了，又不是傻了。我当然怀疑过，可是她能说出发生在我身上的每一件事，逻辑清晰，毫无破绽。似乎是怕我觉得他推卸责任，陆时燕停住了嘴，半晌后小心翼翼说了一句，昭昭，对不起。对不起有什么用？对不起能抵消我们的10年吗？他的一再对不起让我突然就生出满腔委屈。为什么失忆后的他就不能多相信我一点？为什么他那么轻易就相信了许青莲？为什么我没有早早地跟他说过我们的10年？如果我说了，是不是陆时燕就会相信我更多？我恨他，也恨我自己。可是陆时燕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我哭着把陆时燕赶出了病房，在那里住院的那些天，又找各种理由不肯见他。到了出院回家的时候，陆时燕跟在我身后，小心翼翼开口，昭昭，我已经把那个女人赶出去了，知道你不喜欢家里有别人的痕迹，我把她碰过的东西也都扔了。我麻木地点头，关上了门，把陆时燕隔绝在门外。他离开后，我坐在房间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整夜睡不着的时候，我就用酒精麻痹自己，等喝多了，再自然而然地睡过去。周而复始，我又把自己折腾到了医院。在醒来的时候，身边坐着眼睛一眨不眨盯着我的陆时燕，她眼角布满血丝，看着像是很久没睡觉。我抽出被她握着的手，不解地问了一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陆时燕满眼心疼地看着我，关心的话脱口而出，昭昭，你这样让我怎么能放心？她说出这句话后，无论是她还是我，
都怔在了原地。上一次听到这句话还是在陆时燕失忆前，时间已经很久远了，久到我几乎忘了我们从前是怎么相处的。我自嘲一笑，原来13年的记忆不过几天就能忘记，我好像也没有那么深情。陆时燕又要开口说话时，许青莲扭捏着走了进来，她没说出口的话就那么咽了下去。许青莲仍旧提着一袋芒果，毫无所觉地跟我说：“李医生，工作再忙也要照顾好身体，尤其是你一个人在家，病了都没人知道。”他假惺惺地抹了抹眼泪，好像真是为了我着想。陆时燕却瞪着他，已经目眦欲裂。许青莲，你骗了我，害得我和昭昭分开，现在还有脸出现在这里。他说着就要抬脚去踹，许青莲却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。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是有人给我钱，让我来破坏你们的感情。话说到一半，就被着急的陆时燕打断。是谁？我看着他两侧的手紧握成拳头，毫无怀疑，如果那个人在跟前，陆时燕已经动手了。我也屏息凝神，想要知道许青莲背后的人到底是谁。他口中的那个人却出乎我们意料。得知那个人是自己的妈妈，陆时燕脸上闪过受伤和质疑，最后夺门而出。那个女人冲我尴尬地笑了笑，也追着她离开了。那之后，直到我出院，陆时燕都没再出现。我不想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家，买了去雪山的机票。曾经陆时燕爬上去跟我表白，现在我想爬上去跟她说再见。下飞机后，我找当地的导游带我去了山脚下，准备休整一晚。那里的民宿老板却看着我惊喜大叫：“你是黎昭昭，黎姑娘吧？”我很确定自己没有来过这里，所以对于他叫出我名字的行为有些警惕。老板却乐呵呵地笑了起来：“黎姑娘别怕，你虽然没来过我们这里，但是小陆住在这里的时候天天炫耀你，我们对你可不陌生。”他口中的小陆应该是陆时燕。我笑了笑没说话，老板却像是回忆起什么，拉着我闲话家常，健谈得很。7年前，小陆跟我说他要在最高的山上向最爱的人表白，我看他年纪轻轻，还质疑他是心血来潮。当时他一下就跳脚了，非要给我讲你们的点点滴滴，还拿出手机给我看你的照片，说让我等着瞧，总有一天他会把你娶回家。说到这里，老板笑了一下，年轻就是好，有爱就敢大声说出来。对了，黎姑娘，那小子现在娶到你了没有？我看他当时坚定得很，绝对是下了大决心的。自顾自说完后，老板或许是察觉到我的脸色不自然，又连忙找补：“对不起呀，黎姑娘，你瞧我这张嘴，一高兴就没个把门的，你别见怪。”我收回走神的心思，笑了笑，回答他：“我们结婚了，只不过又分开了而已。”提起陆时燕，让我心里一痛，忍不住要窒息。就在这时候，老板告诉我房间到了。结婚了，好啊，恭喜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黎姑娘，这个就是小陆之前住过的房间，他说你肯定会过来，让我把这个房间留给你。谢过老板后，我关上门进了房间，这里干净如新，早就没了陆时燕的印记，也不知道他跟老板说那话什么意思。但不管是什么，都是从前的事情了。我摇摇头，不再多想，准备洗个热水澡睡觉，一张纸却从床垫下掉了出来。昭昭，听人说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许愿会更容易实现，所以我来了。我要许愿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，但不只是亲人，还是爱人。对不起，
我知道我不该有这样的心思，但我就是很卑鄙的，对你生出了这样的心思。字写到这里时重重落笔，陆时燕好像是在纠结，然后又接着往下写。我不知道我们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但昭昭，你要相信，无论怎样，我的心里都只有你。陆时燕通篇写的都是他对我的感情，我抹撒着字迹，仿佛还能看到他的欣喜与忐忑。但越是知道他当初的在意，就越显得现在的结局讽刺。我不想再看，随手团起来扔到了一边，借助安眠药进入了沉沉的梦乡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民宿老板敲门喊我：“黎姑娘，出来吃口饭，上山的车队马上就要出发了。”我出了门，回头看一眼这个房间后，告别了这里。上山的车队里有中年夫妻，有小情侣，但没有例外的全都是成双成对，显得我一个人形单影只，很是奇怪。忍了又忍后，还是有人忍不住问我：“姑娘，你一个人上山做什么？”他的伴侣拉住他向我道歉，车上几人的话匣子也因此打开，慢慢熟络起来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只是想要试试这条路有多难。众人笑一笑，没有再说什么。司机把我们送到山下，再次检查装备后，我爬上了登山的路。陆时燕曾经跟我说时，我还不以为然，现在自己上来才明白为什么有人说这里会愿望成真。路途艰险，能携手同行的两个人，本身就会有劫后余生的感恩，自然也会在一起更久。我还是低估了这座山，也高估了自己。快到山顶时，氧气已经见底，强撑着爬上最后一步，我脱力躺在山顶，睁眼可见是一望无际的天空和苍茫辽阔的大地。陆时燕，你来的那天，星星也是这么美吗？我习惯性想要分享，等了半天却没有听到回答，我才恍惚想起，我和陆时燕已经分开了。两滴泪顺着眼角滑落，被风一吹刺得生疼。陆时燕，我不要你了。说完这句后，我彻底失去了意识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的山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去的医院。醒来却又看到了陆时燕，她去喊医生的空隙，同病房的人们告诉我：“姑娘，你老公来的时候差点急死，都要给医生跪下了。”恰好那天同行的人来看我，接着他的话说道：“是啊，你是不知道，你晕倒后，你老公疯了一样的冲上来，把他的氧气都给了你，然后又背着你一步一步下了山。”我们看着都感动。我点点头。没失忆的陆时燕确实是有这么好的，只可惜我们之间横亘的东西已经太多了。陆时燕叫来医生，一直紧张地守在我身旁。在医生再三说我没事之后，他才松了口气，对着医生感激涕零。我看着他忙前忙后为我办理出院手续，又忙前忙后地收拾东西。不可否认，心有一瞬间是软的，毕竟那是我爱了13年的人啊。但随即我又冷下心肠。在民宿休养了几天后，我们和民宿老板告别，踏上了回程的路。一路上，陆时燕不停地给我介绍着周遭的景色，不停地没话找话。我看着他这样，终于忍不住开口：“陆时燕，你不累吗？”他下意识地回答：“不累呀，昭昭你累了吗？累我们就歇一会儿。”他还是这么的无微不至，曾经的我感动于这份体贴，如今却成为了负担。思绪飞扬间，我又想起1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，于是提醒他该去拿离婚证了。陆时燕正在为我倒水的动作顿了一下，随后又不急不缓地为我吹凉。他安静地等我喝完，安静地拧好了水杯，又在我的注视下安静地开了口：“昭昭，
不离婚行吗？我们都相依为命13年了，人的一生总共也没有多少13年。他眼眶通红，期待地看着我。可这一次，我注定要让他失望。陆时燕点点头，苦笑着说了一句：“我知道了。”随后这一路，他再也没说话，只是体贴的行为不减分毫。哪知道约好去民政局的那一天，陆时燕却失踪了。我给他打了1个、2个、无数个电话，他都没有接。我的心开始发慌。这是第一次陆时燕和我断了联系，以往不论他在做什么，都会秒接我的电话。那一瞬间，我设想了无数种可能，甚至都在想他是不是出了意外。惊慌失措下，我准备拿上离婚证就去报警找陆时燕，工作人员却告诉我他已经撤销了离婚申请，所以这婚我们离不了。电光火石间，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图，拿起手机给陆时燕发了条短信：“你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真以为躲着我就可以不离婚了吗？陆时燕，不要让我恨你。”消息发出后，我不再着急，气定神闲地坐在了民政局门口。不一会儿，陆时燕还是出现了。我嗤笑一声，问他：“舍得出现了？”陆时燕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低垂着头，声音微弱地反驳：“我不是故意不出现，我只是不想离婚。”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，让我觉得索然无味，于是对着陆时燕问出了心里话：“你有想过我们的孩子吗？”他点点头，急着回答我：“当然想过。既然想过，你也该知道孩子没了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陆时燕，那是我们俩生命的延续，是我们爱的结晶。结婚3年，我无时无刻不在盼着给你生一个孩子。我曾经想过，或许等我们之间有了孩子，你就算不恢复记忆，也能安稳下来。可是你亲手打破了我的希望。还有许青莲，她肚子里也怀着你的孩子，你辜负了我，还要辜负她吗？”我一字一句地说着，陆时燕认认真真地听着，直到听到我说许青莲的孩子，她慌忙抬头反驳：“昭昭，许青莲没有怀孕，她那是骗我的，我根本就没有碰过她。你相信我，就算失忆了，我也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。”听到这里，我忍不住冷笑一声：“那些辱骂算什么？不是只有和别人上了床才叫对不起，他的任何一句恶语都曾像凛冽寒风刺进我的骨髓、心脏，让我遍体鳞伤。”经由我提醒，陆时燕像是终于想起了他对我说过的那些难听的话，握住我的手松开了力气，人也倒退半步。半晌后，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向我：“昭昭，我明白了，对不起。”那天到最后，他陪着我又去提交了离婚申请，等1个月时，顺利地拿到了离婚证。出民政局的一瞬间，陆时燕像从前那样摸着我的头跟我说：“昭昭，你长成大姑娘了，以后没人能欺负你了。”说完，我们一个向左，一个向右，在这场13年的岔路口分道扬镳。相依为命的日子结束了，往后我也该有自己的新生活。在听到陆时燕的消息是3年后，那时我正在自己开的心理咨询室里和一个患者对话。他问我：“黎医生，你们心理医生自己会有解不开的结吗？”我正要回答，手机铃声却响起。我接起，对方却是一个意料之外的人，陆时燕的亲生母亲。我记得她和陆时燕并不亲，不知道现在给我打电话做什么。我心里疑惑，就听到对面的女人开口：“黎昭昭，陆时燕要死了，你真的不来见她最后一面吗？”我手中的手机掉落在地上，不知过了多久，那位问我问题的患者帮我捡了起来。
他把手机递给我，继续追问：黎医生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满脑子都是陆时燕要死了的消息，强忍住悲伤回答他：有啊，医者不自医。无论我为多少人解开心结，找回光明，也始终不能触碰自己心里的某处地方。那处地方名为陆时燕。和患者聊过天后，我匆忙赶去陆家，再见到形容枯槁的陆时燕时，终究是忍不住红了眼。我质问他：你为什么不去医院？他如今没有多少力气，强撑着抬起手，就已经累得喘不过气，好不容易才缓过来。陆时燕一下一下地摸着我的头，语气温柔：昭昭，人做错了事，总要赎罪呀，要不然良心是不会安宁的。可我怪命运使然，怪阴差阳错，却从来没有怪过他。尽管他最后那么对我，可是13年的好也足以抵消了。要不是陆时燕，我早就死在那个去孤儿院的寒冬腊月了，又怎么会有这些多出来的时光？我只是不能和他同行，并不想让他死啊。那一天，我伏在陆时燕的床上，哭得死去活来，他就一下一下地轻抚着我的头发，直到彻底没了力气，手重重地摔在床上。陆时燕死了，他惊艳了我的时光，温柔了我的岁月，最后却因为我们再不能同路，死在了一场寒冬里。全文完。